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殷大吉。今天我要讲述的是2019年发生在韩国的一起刑事案件。事件的主角叫高佑真，身高1.6米，体重50公斤。从外表来看是一位很普通的韩国女性，但她涉嫌谋杀自己的前夫姜某。而这场致命凶案的导火索竟然是因为5岁的儿子。案件惨烈就在于凶手将死者尸体分割后，从韩国之南的济州岛一直弃尸到首尔卫星城市金浦市，范围或许遍及半个韩国，其中包括垃圾场和大海。至今，警方和家属依然不明尸体的下落。首先介绍一下高佑真和姜某的爱情史和婚姻状况。两人同岁，生于1984年。济州岛人不仅住在同一个社区，还就读同一所大学，在校内的活动中相识后开始交往，在结婚前恋爱了6年多的时间。期间，高佑真和姜某曾多次一同前往海外从事义工服务，也曾一起出国旅行。两人形影不离，在外人看来就是很幸福甜美的一对，也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婚姻的礼堂。高佑真和姜某于2013年6月完婚，然而两人在新婚蜜月旅行结束前就产生了矛盾。搭乘飞机回国之前，高佑真不顾丈夫的劝诫，硬是要在机场免税店购物，随后也发生了争吵。具体的过程现在不得而知，但最终的结果是导致错过了原本预定的航班。要说一嘴的是，丈夫姜某结婚后也还在念书，准备考取博士学位。他当时的经济来源就是一些助学金和奖学金之类，而高佑真并未工作，因为他的家境非常好，父亲在济州岛当地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，在济州岛和金浦市都有房产，所以这个家庭地位就很微妙。高佑真也绝对不是韩国社会很普遍的家庭主妇类型。转过年后，2014年11月，两人生下了一个儿子。丈夫姜某慢慢发觉高佑真性格逐渐变得很奇怪，遇到不顺心的时候就会大喊大叫、砸东西，有时候还对自己施加暴力。有一次，高佑真把手机砸向了姜某，造成他的眼睛受伤，到医院治疗。但是丈夫一直以为对方可能是心理压力太大，不会控制，又是自己的妻子，所以从来不还手，理解万岁嘛。每次他的朋友看见他身上有伤，就会感觉很奇怪，这你们可是婚前交往了6年多，高佑真的这种脾气你就一点都没看出来吗？完全没有。那婚后所有的家事和生活支出费用全由考博的姜某负责，每次回家还要收拾房间，因为高佑真从来不打扫。之后无奈高佑真的暴力性格愈演愈烈，最过激的一次甚至拿出刀来抱着1岁多的儿子说：“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。”这一件事算是把姜某给吓坏了。2016年底，再也无法忍受的丈夫向高佑真提出离婚，但高佑真不同意，最终闹到了法院，也争夺了孩子的抚养权。但是法院以高佑真家庭经济条件更适合为由，将抚养权判给了女方，男方每个月有2次探望的权利。离婚后，高佑真在2017年11月又和另一名男子洪某相识并结婚，两人定居在青州市，和前夫生的儿子就送到了济州岛的娘家照顾。姜某离婚后非常想念儿子，多次拜托高佑真，希望能见儿子一面，但高佑真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。前夫到最后甚至已经开始恳求，高佑真一般就回一条信息：“再等等吧，我会联系你。”不过，即使受到前妻高佑真的冷酷无情对待，就读博士学位的姜某仍然每个月邮寄40万韩元给高佑真，当作是给孩子的赡养费。就算3餐无法温饱，课业繁重，姜某还是努力找工作，做家教或者到朋友经营的公司搬运行李。每逢儿子生日或者儿童节，一定亲自到玩具店买礼物，邮寄到家。即使离异，还是希望儿子不会缺少父爱。那姜某的弟弟也劝他说，孩子又不是高佑真亲自抚养，也不让你探望，你干嘛还自作多情，每个月寄钱过去呢？姜某就会说，养孩子教育孩子肯定要花很多钱，我现在能力有限，赚的少，以后情况好了会给更多。可现实的情况他就是一头热，高佑真始终也不为所动，一直没让他见儿子一面。姜某再也承受不住对儿子的思念，在2019年5月10日向法院提起了上诉，希望能够行使探视儿子的权利。法院判定高佑真必须在5月25日让儿子和亲生父亲见面。时隔2年，父子才终于能够再次重逢，然而也是最后一次。由于法律的效力，高佑真不得不让前夫和儿子见面，她却因此加深了对前夫的憎恨。后来有人分析，原因是高佑真在和现任丈夫洪某结婚后，认为一直要求见儿子面的前夫是现任婚姻的阻碍。
会威胁到现在家庭的和谐。因此，为了维持现阶段的婚姻和家庭幸福的高佑贞，视前夫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将其拔掉，以除后患。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，姜某再次与前妻取得联系，确定见面的相关事宜。那高佑贞就说：“你不是想看孩子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可以来了，你来呀。” 5月25日，姜某按照约定开车前往济州岛上两人约定的地点。父亲即将见到自己的儿子，一路上他哼唱着歌曲，好心情溢于言表。但再对比他此后的遭遇，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心酸。当日，姜某成功和前妻高佑贞儿子见面，三人先到主题游乐园玩了一下午。4点钟左右，在外面吃过了饭以后，回到了事先预定好的民宿。而这里充满了高佑贞的阴谋和陷阱，也是姜某人生的终点。 韩国绝命毒妇即将上线。在晚上9点25分，姜某的弟弟见他很久没有消息，就发来信息询问，说：“哥还没结束吗？”1小时以后才收到了回复：“结束了，我研究室有事，先过来处理一下，手机马上没有电了。”从这开始，姜某就再也没有和家里人联络过，手机也无人接听，所有人都以为他还待在研究室。 直到2天后的5月27日，感觉到奇怪的弟弟找到学校后，才发现他根本就没有去过，人也是一直处在失联的状态。终于在晚上和韩国警方申报失踪。当时韩国警方觉得姜某的手机只是无人接听，初步猜测可能是还和前妻儿子在一起，但或许是因为发生了争吵，所以就没接电话。于是警方就联系上了高佑贞。面对警方的询问，他也表现得很淡定。 说我们确实是正常见面，然后晚上住在民宿，但是他当天晚上试图对我实施性侵，被我反抗之后，他就从后门逃走了。第2天，他和儿子就退房离开，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。那警方也就不以为然，完全没有想过这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，因为毕竟一直跟着孩子在一起，姜某可能就是犯了错误心虚嘛。离异夫妻性侵未遂这件事也不好处理，可能他在外面躲几天，再过2天自己就回来了。 但是姜某的弟弟却始终感觉不对劲，自己来到了那个民宿，调取了部分监控，交给了警方，发现高佑贞后来独自在民宿里多待了1天半，和他之前的说法有出入。退房后还带出了几包大垃圾袋和沉重的行李箱，所以就有了那种不好的直觉，觉得姜某的失踪肯定事有蹊跷。接到报案后的第4天，韩国警方持搜索令，马上来到济州岛那家民宿进行调查。 有多年经验的警察直接就闻到房间里还没有散去的血腥味，并在客厅、浴室、厨房内发现大量被清理过的血迹，尤其是厨房和浴室内随处可见泼洒状的血迹。而随后的血迹反应证实，这就是姜某的，说明他很有可能遭遇不测。而高佑贞之前的说辞就是在说谎，也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 2019年6月1日上午10点32分，警方在青州市高佑贞自家地下的停车场将其逮捕。 확인죄로 긴급 체포하겠습니다. 왜요? 변호인을 선임할 수 있고 불리한 짓을 거부할 수 있고 체포 적부심을 신청할 수 있어요. 그런 적 없는데. 제가 당연히. 警方同时扣押了高佑贞的车，在车上和民宿搜出多达89处沾有死者 DNA 的工具，并提取出了安眠药的成分。 根据他的手机和电脑的调查结果，他从5月10日就开始在网上搜索一些内容，搜索用的关键字是杀人、催眠、分尸、刀具等等，说明他在法院判决的当天就已经有了杀人的动机和预谋。他最先在网上搜索的是怎样才能拿到安眠药。5月17日，高佑贞在青州市距离家20公里的医院得到了安眠药的处方，并在附近的药局领药。 隔天，高佑贞把车开上驶向济州岛的船，开始了他罪恶之旅，而目标也正是自己的前夫姜某。高佑贞对济州岛的环境、地理都非常了解，他事先在网上预定了一个民宿，距离高佑贞和姜某在济州岛的老家至少需要1个半小时的车程，这对面积不大的济州岛来说是相当远的距离，而且周边的人和监控都比较少。5月20日和前夫取得联系。 并且确定了民宿所在的地点。5月22日晚上11点，高佑贞来到济州岛某超市购买作案时用的刀具、清洁现场用的清洁剂、漂白水和刷子。根据监控显示，他在买完东西后，竟然还不忘在超市搞个积分。
1个小时后的0点半，他又出去和朋友聚会，沉浸在社交愉快的氛围之中，喝着烧酒，大口的吃着甜辣味的炸鸡，还就着泡菜。他在笑，完全看不出正在策划着一起凶杀案。聚会直到凌晨2点钟结束，众人散去。2天后，他就落实了自己的杀人计划。那根据现在所掌握的线索，可以初步的还原出他的作案过程。他和前夫见面当天的晚上8点到9点间，高友珍主动给前夫做了一顿咖喱晚餐，并且在咖喱中加入了大量安眠药。不久后，江某的意识出现了模糊。高友珍先将儿子劝到了隔壁房间哄睡，然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刀具，疯狂地刺向自己的前夫。从现场检测出的多处血液喷溅分析，江某临死前有过挣扎和躲闪，但在安眠药的作用下，实在无力起身反抗，最后惨死在前妻的刀下。江某的弟弟晚上收到那条信息，就是高佑珍发送的。整个过程，他们5岁的儿子就在隔壁房间，毫不知情。第二天5月26日，高佑珍先把儿子送到了自己的父母家，然后再次返回民宿，开始毁尸灭迹进行分割，并同时清理案发现场。又过了1天之后，5月27日中午12点，高佑珍退房离开。根据监控影像，他从屋内取出多个垃圾袋和一个大行李箱，搬到车上后备箱后离开。随后来到一个垃圾回收点，将3包垃圾丢弃。通过垃圾的分类来看，他这时候丢弃的可能是部分的作案工具。之后下午1点，他又带着剩余的物品入住了另外一家旅馆，从车的后座取下了一个大行李箱。期间和朋友通着电话，他依然在笑。之后费力地把行李箱拖拽上楼。事发后，他一直拿着死者的手机，为了混淆警方日后办案的方向，用手机向自己的手机发送信息：对不起，我是因为一时忍不住才想性侵你，我以后还要找工作，求你别向法院告发我，以此来营造自己有被侵犯以及此时的江某还活着的假象。2个小时后的下午3点，高佑珍换了一身装扮，再次出门，于晚上6点回到旅馆。监控画面显示，他的手上多了一层绷带。调查后确认，在这一段时间，高佑珍是去了医院进行治疗，原因是手和手臂以及小腿有多处刀伤，右手掌外侧的几道最为严重，在医院进行了缝合。再对比一下他刚刚到旅馆时的影像，那时候是没有受伤的，说明在此期间，他在房间里一定是在进行切割作业，从而给自己造成误伤。5月28日，高佑珍先到之前购买工具的超市，把没有用到的东西进行了退货，然后又到其他超市购买30张专用垃圾袋、旅行背包、塑胶手套、香水和化妆品。当天晚上8点30分，高佑珍开车准备搭乘从济州岛开往全罗南道丸岛郡的客轮。监控拍下了他买票的过程。根据船上的监控影像，高佑珍上船1小时后，趁四下无人之际，将疑似装有前夫尸骸的行李箱、垃圾袋扔到了海面上，过程长达7分钟。处理完毕后，高佑珍在船上用手机网购了大型切割刀具，收货地点是位于金浦市的住宅。晚上11点，船靠岸，他又驾车于隔日清晨到达金浦。收到网购的工具后，又在超市购买了防止血液喷溅的防尘服，在金浦的家中进行了又一次毁尸作业，同样装进垃圾袋丢弃到了垃圾回收场。5月30日，高佑珍又驾车回到了位于青州市的家，和现任的丈夫同居，也告诉了现任丈夫洪某，表示在济州岛期间差点遭到了前夫的性侵，还给洪某看了当时伪造的对话记录，以至于丈夫也深信不疑，甚至带他到医院就诊，还为此打电话给江某，但是电话打不通，就打给了他的弟弟，怒斥江某的恶行，还表示肯定要起诉他。而此时的警察也已经完成了民宿的调查工作，正在准备抓捕高佑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高佑珍丢弃疑似装有尸块的垃圾袋约30个，他作案的动线轨迹覆盖了将近半个韩国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哪怕一块死者的尸体。警方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大量的侦探悬疑类影片，经过证实，这些也都是他平时最爱看的，说明他很喜欢动脑，随着影片一起在悬疑事件上进行推理，也能反映出他这个人做事的逻辑性很强。从碎片化的监控影像中就可以看出，即便是自己策划一起凶杀案，他对于事前的准备和时间的分配上都有条不紊。死者江某或许在遇害前的最后一刻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，他只是一个迫切想要见到儿子的父亲，仅此而已。曾几何时，有一个人在互联网上说过，在现代的社会，基本上已经没有所谓的高智商犯罪，即便是你准备的再充分、再隐蔽，
但是接触过后必留下痕迹。看过一些烧脑推理的剧情，就觉得自己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。开什么玩笑，如此的费尽心思，自以为很完美，从下手的那一刻起到被警察逮捕，就用1周的时间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现在的情况是死不见尸，警方也发动了大量的人力去寻找。根据高佑真的行动轨迹，在济州岛至丸岛郡的客轮航线上没有发现可疑的漂流垃圾袋。后来有民众举报，在金浦垃圾回收厂发现奇怪的腐臭，疑似人骨，但经过分析后被证实是动物的骨头。直至今日，这起案件依然是一个无尸案。事件被媒体报道后，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。绝命毒妇高佑真，杀父灭尸还积分，心思缜密挺会过，用完工具还退货。根据调查，高佑真并没有任何精神疾病的就诊记录，在亲人、朋友、邻居的眼中，他一向是个品行很端正的人，接人待物上很有素质，爱护家人和儿子。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，让所有人的认知都被颠覆。如此看来，死者与他相恋6年，未见任何端倪，也就不足为奇。调查阶段，高佑真因涉嫌杀人、毁尸、弃尸等多项罪名，于2019年6月12日被移交至检方。虽然很多证据都指向高佑真是有计划的犯罪，但关于作案动机，高佑真的说辞一直都是避重就轻。起初他是否认杀了前夫，但在诸多证据面前，他又声称自己是在济州岛民宿险些遭到前夫的性侵，出于自卫才在愤怒之下动手杀害对方，还说自己是偶发性的激情犯罪，而不是谋杀。但是从之前他的一系列准备来看，这完全符合谋杀的性质，也是出于找不到被害者尸体，需要在1个月的逮捕审讯期内进行进一步的取证调查，随后再对他正式提起公诉。那开篇我们提到过，两家人都是同住济州岛的同一个社区，离得还很近。从案发开始，江某的家属从未收到凶手家人的哪怕一句道歉。由于高佑真的娘家在济州岛经营汽车租赁，相当知名，实力雄厚，江家人也担心他们会高价聘请知名的律师给高佑真洗脱罪行，然后会让他得到释放。因此家属希望警方能够向社会公开高佑真的长相和个人的信息。尽管警方没有公布，但是互联网上已经有很多人把高佑真的信息公开得很详细了。除了受害者家属的悲伤和愤怒以外，还有一个人也坐不住了，就是高佑真的现任丈夫洪某。细思极恐啊，却并不是因为这个案件，因为洪某和前妻所生的亲生儿子在案发前的3月份死于了意外，而且当时高佑真也在场。原本上床睡觉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一觉醒来突然就发现孩子窒息死亡，没有了生命体征，并且在床上留下了一滩血迹。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？由于篇幅的关系，这起案件我们放在下一个视频。老规矩，上下集同时发布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来呀！